有缘人，恭喜你看到了这期视频，我会向你透露4个赚大钱的底层逻辑。看前先点赞，你会越来越有钱。很多人想不明白，赚不到钱的人究竟输在了哪里呢？为什么自己勤勤恳恳一辈子，却永远只能赚那么一点小钱？另外一些人，他们一天赚的钱就是很多人望尘莫及的数字。其实关键就输在底层逻辑，而底层逻辑才是事情的本质。不绕弯子了，这4个底层逻辑就是：第一，信息差，别人知道我不知道；第二，认知差，别人懂得我不懂；第三，执行差，别人做不到的我能做到；第四，竞争差，别人做的没我快没我好。是不是没想到核心的底层逻辑居然如此简单？大部分可能你都听过，甚至你现在都有种不屑一顾的感觉。那为什么你还是跟别人差距这么大呢？你真的理解了吗？别急，请听我慢慢道来，你一定会有不一样的认识。第一个，信息差。信息差讲白话就是别人知道你不知道，别人懂的你不懂。为什么同样做一门生意，有些人赚钱，而有些人不赚钱呢？关键就在于他们掌握的信息不一样，影响了他们的行为。或许我们都听过这样的一句话，其中就蕴含了信息差的道理：一根稻草扔在路上，就是无人理睬的垃圾。与白菜绑在一起，它最后就是白菜价格；但和大闸蟹绑在一起，这根稻草的身价就很珍贵了。某多多平台上标价9.9的杯子，在某鱼上可以卖19.9，在某宝上就可以卖到29.9了。赚钱致富的底层逻辑其实就是信息差。这个时代努力的人很多，可是获得的回报却是千差万别。变量不在于努力，而在于是不是别人不知道。但是你知道，也就是信息差。举个例子，巴菲特为什么那么牛？原因是他通过深入研究和分析公司财务报告、市场趋势和经济数据，获取了比普通人更多的信息，更容易精准判断市场的走势。再举个身边的例子，大家或许遇到过课程的广告，这其实就是信息差。互联网时代，很多内容都可以搜索获得到，但是有人就把专业资源聚合在一起，以课程形式售卖，狠狠地赚了一次。信息差可以带来巨大的商业机会。上面讲的不同地区之间存在价格差，一些商品在甲地价格较低，而在乙地价格较高，通过利用这种信息差进行贸易，可以获得利润。信息传播的时间差也很重要，在互联网时代，虽然信息传播速度很快，但仍然存在时间差。比如，一项新技术的出现，最先了解的人可以抢占市场先机。据统计，在某些新兴行业，早期进入者的成功率比后期进入者高出30%。信息差的核心要素主要有3点：一、信息获取渠道的多样性。拥有丰富多样的信息获取渠道是形成信息差的关键之一。不同的渠道能够提供不同类型、不同角度的信息。例如，专业的行业网站可以提供深度的行业动态和技术趋势，社交媒体平台则能反映大众的需求和热点话题，学术数据库则是获取前沿研究成果的重要来源。以股票投资为例，专业的金融资讯平台可以为投资者提供公司的财务数据、行业分析等信息，而一些小众的投资论坛上，
可能会有资深投资者分享的对特定公司的实地调研心得和内幕消息。那些善于利用多种渠道获取信息的投资者，就能够比仅依赖单一渠道的人更全面地了解市场动态，从而做出更明智的投资决策。2、信息处理能力的差异性。即使面对同样的信息，不同人的处理能力也会有很大差异。有的人能够快速提取关键信息，进行深入分析和整合，从而发现潜在的机会或风险。而有的人可能只是走马观花的浏览，无法从中挖掘出有价值的内容。比如在房地产市场，面对大量的楼盘信息、政策法规和市场数据，专业的房地产分析师能够通过对这些信息的细致分析，判断出哪些区域具有升值潜力，哪些楼盘的性价比更高。而普通购房者可能仅仅关注房价的高低，而忽略了其他重要因素，如地段的发展前景、周边配套设施的完善程度等。3、信息传播的时效性与局限性。信息的传播速度和范围并不是均匀的，这也导致了信息差的产生。一些信息可能在特定的小圈子内迅速传播，但在更大的范围内却鲜为人知。同时，信息的时效性也非常重要，先获得最新信息的人往往能够抢占先机。以科技领域为例，当一项新的技术突破刚刚出现时，只有少数关注该领域的专业人士和企业能够第一时间得知。他们可以利用这个时间差，提前布局相关产业，开发新产品或服务。而等信息广泛传播开来后，市场竞争可能已经变得非常激烈，后来者进入的难度就会大大增加。在房地产投资领域，信息差同样至关重要。有些人能够提前获取到政府的规划信息，比如某个区域即将建设大型商业中心、交通枢纽等，于是在该区域房价还未上涨时提前买入房产，等基础设施建设完成后，房价大幅上涨，从而获得丰厚的利润。利用不同平台信息差卖货也是一种常见的赚钱方式。比如在一些小众电商平台上，某些商品价格较低，而在主流电商平台上，相同商品价格较高。通过在小众平台采购商品，再在主流平台销售，就可以利用价格差赚取利润。总之，信息差的核心要素在于获取渠道的多样性、处理能力的差异性以及传播的时效性与局限性。只有充分认识并利用这些要素，才能在竞争中凭借信息差优势获取更多的机会和财富。第2个，认知差。什么认知差？它只看待同样一件事物。我的看法是这样，你的看法是那样。但是就结果而言，我的看法远远超过你的看法。举个例子，对于努力，每个人的看法不一样。很多人认为努力就是无时无刻都在工作，每天把自己累倒在床边。可是在有的人看来，拿着死工资靠惯性生活一辈子，这不是努力。他们认为的努力是工作时间之外，要不断地花时间来提升自己的能力，去尝试不同的赛道，不断地突破自己，并利用此来获得额外的收入，从而实现收入自由和价值体现，这才是努力。两种看待努力的方式却成就了完全不同的人生。小王每天累到崩溃几年了，收入也没有增加。小李则利用下班时间学习各种思维方式技巧，最终在互联网上有所突破，1个月的收入比小李1年还要多。
再讲一个故事。很久以前，一堆人去淘金，在他们为一块金子争得头破血流的时候，有一个人却悄悄捡起他们身边的一颗钻石，扬长而去。抢金子的人抢得头破血流，一无所获，但找到钻石的那个人却成了富翁。并不是抢金子的人的能力不够，而是他们自始至终都不知道有比黄金更值钱的东西。猎豹 CEO 傅盛说，认知几乎是人和人之间唯一的本质差别。太对了，认知力低的人所见即世界，喜欢盲从，喜欢简单归因。就拿淘金来说，大部分人埋头从沙土里淘金，他的目光局限在淘金当中，而忽略了看看周遭的世界，也发现不了新的机会。而认知力高的人，看事情就越开放，越客观，越是懂得遵循事物的本质和规律。认知最能拉开人与人之间的差距。那么该如何提高认知力？核心就是修炼你的系统思维。管理学大师彼得·圣吉说，所谓系统思考，就是看见整体的修炼，让我们看见相互关联而不是单一的事件，看见变化的形态而不是转瞬即逝的一幕。系统化思维有3个维度。深度思考，核心就是我们要多问几个为什么，层层剥洋葱，从现象抓到事物的本质，一竿子插到底。全局思考，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会得出一些狭隘的观点？就是因为我们只看到了大象的一条腿，就误认为大象的腿就是大象本身。所以要跳出来，考虑到整体。动态思考，你一定要纳入时间的维度。同一件事，不同的时间去看，你的视角，你得出的结论可能完全不同。你的认知越高，就越能直达本质，了解人事物运转的规律和发展的底层逻辑。认知差体现在对事物的理解深度和广度上。高手往往能够从多个角度去看待问题，看到事物背后的本质和规律。例如，在投资领域，有些人只看到股票的价格波动，而高手则会分析公司的基本面、行业趋势等多个层面，从而做出更明智的投资决策。普通人可能因为认知局限，只关注眼前的利益，而错过更长远的发展机会。在当今互联网时代，认知差的影响愈发明显。以直播间收益为例，有些人看到一个直播间只有50人观看，便认为这里赚不到什么钱。然而，真正有认知深度的人却能看到一场直播的收益相当于自己1个月的工资。他们能够分析出直播间背后的潜在价值，比如特定的受众群体、精准的营销定位等。再看之前的鸿星尔克捐款事件，很多人只看到他们的大爱行为，为他们的善举点赞，但有认知差的人看到的是一种营销的商业手段以及背后的商业利益。鸿星尔克捐了5000万，却赚了2个亿，这就是认知差带来的不同结果。有认知差的人能够看到事件背后的多个层面，从而把握商机，为自己创造财富。第3个，执行差，很多人赚不到钱，缺的不是商业点子，也不是机会，而是没有执行力。想都是问题，做才会有答案。当别人不想做的时候，你能拿出执行力，你就会是最后的赢家。那么，如何才能执行到位？有一个执行力4原则可以作为参考。原则1，聚焦最重要目标。要有执行力，但不能盲目。盲目的执行就是瞎忙。因此，你一定要深度思考，
找到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，集中所有的资源在最重要的事情上，这样才能做出成效。原则2：关注引领性目标。在执行的过程中，你要关注引领性目标。客户满意度、销售收入、利润率都是属于滞后性目标，而引领性目标就是能驱动滞后性指标成功的行为。举一个例子，比如你要减肥，减肥10斤是滞后性指标，因此你更要关注每天摄入多少以及运动量达成多少。当你完成后者，你自然能降低体重。所以结果很重要，但更要关注能达成结果的过程。原则3：坚持激励性积分。你有没有发现，你和朋友打球的时候，如果不计分，大家都打得很随意；一旦有计分，就会变格外认真起来。所以在执行的过程中，为了保证执行的质量，你也要做好数据，为自己积分，这样你就能知道自己的进度，可以严格按照计划执行。原则4：建立规律问责机制。通用电气杰克·韦尔奇说，团队赛执行力就是公司奖惩制度的严格实施，有奖有罚，才能让每一个人负起责任。对你来说也是一样，核心就是你要有自我纠错系统，你要不断复盘自己，你认真执行了，不妨给自己奖励，哪怕是微不足道的小奖励，都能让大脑分泌多巴胺，对执行充满激情。而对于没有做好的地方，也要及时纠正，从而做到反馈改进。当你比别人执行得更好，执行得更透彻，就会更容易拿到结果。执行差强调的是行动力和效率。很多人都有各种各样的赚钱想法，但往往只是停留在想的阶段，而不付诸行动。比如有人想通过开网店赚钱，却一直拖延，没有去注册店铺、选品、上架商品等。而执行力强的人则会立即行动起来，他们会迅速制定计划，按照步骤一步步实施。在实践过程中，他们会不断总结经验教训，改进自己的运营策略。例如，一个执行力强的网店店主会积极关注市场动态，及时调整商品种类和价格。他会注重客户服务，及时回复客户咨询，解决客户问题，提高客户满意度。通过不断的努力和改进，他的网店生意越来越好，获得了成功。在相同的理念下，能够更快地将想法付诸实践，并且注重细节和持续学习的人，更容易获得成功。例如，两个人都知道学习编程对未来有好处，但一个人立即行动，买书、看视频，不懂就问，而另一个人却总是找借口拖延。结果，前者在编程领域取得了进步，为自己的未来增加了核心竞争力。大家都知道自媒体能赚钱，但是为什么身边很多人都没有去做？原因就是不去执行。这个好复杂呀，想想都难。玩会游戏吧，晚点再做，到点了直接睡觉吧。这些都是常见的不去执行的理由，说中你了吗？执行差存在的本质是因为对结果的不可预期。很多人见结果不可预期，还没开始就结束了。那些执行力很好的人，他们相信先开始做起来就能战胜80%人，剩下的20%人在执行过程中慢慢超越。当然，执行并不是一时冲动的，而是高瞻远瞩的规划、行动和长久的坚持。千万不要当思想上的巨人，行动上的矮人，克服执行差，就能做更好的自己，财富也会随之而来。第4个，
就是竞争差。什么是竞争差？就是别人有的你没有。对于企业来说，可能是你有独一无二的商业模式，有难以被复制的组织能力等等。但对个人来说，除了有一门傍身的技术外，还需要你有解决问题的能力。别人解决不了的问题，你能解决，你就有竞争力。所以我常常说，解决问题的能力是一个人的核心竞争力，也是一个人最大的底气。那么，如何具备解决问题的能力？第一个，有解决问题的意愿。这些年，我越来越认识到，能否解决问题，不是取决于方法，而是取决于人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问题能不能得到解决，就看你想不想解决。背后看的就是你有没有态度，能不能扛事。第二个，找到问题的根源。要彻底解决问题，还要去找到问题的根源。有时候我们总是做一些头痛医头、脚痛医脚的事，原因就是我们只是在解决表面的问题。快速看透一件事情的本质，远远比浮于表面的现象兜圈子更为重要。所以你要能找到问题的根源。你看，认知差和竞争差是相辅相成的。第三个，解决问题。愿意解决问题，找到问题的根源后，还需要解决问题。如何解决问题呢？就是死磕到底。死磕困难，死磕细节，不达到目的，誓不罢休。乔布斯说过，优秀的员工，只要告诉他要做什么事，要达到什么效果，他就会想办法搞定。你有竞争差，你能解决别人解决不了的问题，那么你就有竞争力，这时候你就会变得值钱。竞争差在于做得比别人更好。在都行动的情况下，创新能力、声誉建立和资源利用就显得尤为重要。比如，同样是写作，有的人每天能输出2000字以上，并且不断提高自己的写作质量，建立了良好的声誉，吸引了更多的读者。而有的人则只是敷衍了事，没有持续进步。在商业领域，那些能够不断创新，提供独特产品或服务的企业，往往更具竞争力。据调查，创新型企业的市场份额增长速度比传统企业快2倍以上。在电商平台竞争中，竞争差的体现尤为明显。遵循人无我有，人有我优，人优我心的竞争原则，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。当一个新的市场需求出现时，率先推出满足该需求产品或服务的电商平台就占据了竞争优势。比如在直播带货刚兴起时，一些平台迅速布局，吸引了大量的用户和商家，获得了巨大的成功。当大家都有类似的产品或服务时，就要做到人有我优。比如在商品质量、物流速度、客户服务等方面下功夫，提高用户体验。例如，某电商平台通过建立自己的物流体系，实现了快速配送，赢得了用户的青睐。而当大家都在优化产品或服务时，就需要人优我心，不断创新，推出新的功能、新的营销模式等。比如一些电商平台推出了社交电商模式，通过用户分享和推荐，扩大了用户群体，提高了销售额。那么听到这里了，很多人都关心的一件事情，如何系统性地提升这4个差呢？1、缩小信息差。向上社交是缩小信息差的有效方式之一。与比自己更优秀的人交往，可以让我们接触到更多的信息和资源。
这些人往往拥有更广阔的视野和更丰富的经验，他们的观点和建议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问题，做出更明智的决策。例如，参加行业研讨会、加入专业社群等，都是向上社交的好方法。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，也可以帮助我们缩小信息差。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，我们需要不断地收集信息，分析问题，寻找解决方案。通过这个过程，我们可以积累更多的知识和经验，提高自己的信息处理能力。例如，在面对一个复杂的商业问题时，我们可以运用 SWOT 分析、鱼骨图等工具，对问题进行深入的分析，找出问题的关键所在，从而制定出有效的解决方案。关注优质深度信息渠道也是缩小信息差的重要途径。在信息爆炸的时代，我们需要学会筛选信息，关注那些权威、专业、深度的信息渠道。比如，行业内的专业媒体、学术期刊、研究报告等，都是获取优质信息的好地方。通过关注这些渠道，我们可以及时了解行业动态、市场趋势等信息，为自己的决策提供参考。2、提升认知差。认知差的提升是一个长期的过程，需要不断的学习和实践。学习金融知识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经济运行的规律，从而做出更明智的投资决策。例如，通过学习股票、基金等金融产品的知识，我们可以了解不同投资方式的风险和收益，选择适合自己的投资组合。多角度看待事物也是提升认知差的重要方法。我们不能仅仅从自己的角度去看待问题，而应该尝试从不同的利益相关者的角度去思考，这样才能更全面地了解问题的本质。比如，在商业谈判中，我们不仅要考虑自己的利益，还要考虑对方的利益，从而找到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。像福尔摩斯一样分析问题，可以培养我们的逻辑思维和洞察力。福尔摩斯在破案过程中，总是能够从一些看似无关紧要的细节中发现线索，从而揭开案件的真相。我们在生活中也可以学习福尔摩斯的方法，对问题进行深入的分析，找出问题的关键所在。例如，在分析一个市场趋势时，我们可以从行业数据、消费者需求、竞争对手策略等多个方面进行分析，从而得出更准确的结论。3、增强执行差。具备强烈的执行力是提升执行差的关键。执行力不仅仅是把事情做完，更重要的是把事情做好。我们需要有明确的目标和计划，并且能够按照计划有条不紊地推进工作。在执行过程中，我们要克服各种困难和挑战，不断地调整自己的策略，确保目标的实现。例如，在开展一个项目时，我们要制定详细的项目计划，明确每个阶段的任务和时间节点，并且严格按照计划执行。制定明确的目标和计划也是增强执行差的重要方法。目标是我们前进的方向，计划是我们实现目标的步骤。我们需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，制定合理可行的目标和计划。目标要具体、可衡量、可实现，有时间限制；计划要详细、可行、有针对性。例如，我们可以制定一个年度目标，然后将其分解为每个月、每周、每天的具体任务，并且按照任务的重要程度和紧急程度进行排序，确保先完成重要紧急的任务。注重细节和持续学习也是提升执行能力的重要方面。细节决定成败，
我们在执行过程中要注重每一个细节，确保工作的质量。同时，我们要不断地学习新知识、新技能，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和能力水平。例如，在学习编程的过程中，我们不仅要掌握编程语言的语法和规则，还要注重代码的规范和可读性，不断地优化自己的代码。4、扩大竞争差，创新产品和服务是扩大竞争差的核心。在市场竞争中，只有不断的创新，才能满足消费者日益变化的需求，赢得消费者的青睐。我们可以通过技术创新、产品设计创新、服务模式创新等方式，为消费者提供更有价值的产品和服务。例如，苹果公司通过不断的创新，推出了 iPhone、iPad 等一系列具有创新性的产品，赢得了全球消费者的喜爱。建立良好的声誉也是扩大竞争差的重要途径。良好的声誉可以提高消费者的信任度和忠诚度，为企业带来更多的商业机会。我们可以通过提供优质的产品和服务，积极履行社会责任，加强品牌建设等方式，建立良好的声誉。例如，华为公司通过不断地提高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，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制定，赢得了全球消费者的信任和尊重。有效利用资源和提高对市场变化的敏感性，也是扩大竞争差的关键。我们需要充分利用各种资源，包括人力资源、财务资源、技术资源等，提高企业的运营效率和竞争力。同时，我们要密切关注市场变化，及时调整企业的战略和策略，适应市场的需求。例如，在市场竞争激烈的情况下，我们可以通过整合产业链资源、优化供应链管理等方式，降低企业的成本，提高企业的竞争力。在赚钱的道路上，信息差、认知差、执行差和竞争差相互关联、相辅相成，共同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。认知差决定了赚钱的方向。拥有高认知的人能够更深刻地理解事物的本质和规律，从而准确地把握市场趋势和商机。他们能够看到别人看不到的机会，提前布局，为自己赢得先机。例如，在互联网行业发展初期，一些有远见的人就认识到了电子商务的巨大潜力，果断投身其中，如今已经成为行业的领军人物。认知差就像一盏明灯，为我们指引前进的方向；信息差则为我们提供了赚钱的机会。在信息爆炸的时代，虽然信息获取变得更加容易，但信息差依然存在。掌握了别人不知道的信息，就能够在市场中占据优势，获取更多的利润。比如，某些行业的内部消息、新兴技术的发展动态等，都可能成为我们赚钱的契机。信息差如同一块宝藏，等待着我们去挖掘。执行差确保了赚钱的计划能够得到落实。即使有了好的认知和信息，如果没有强大的执行力，一切都只是空谈。执行力强的人能够迅速将想法转化为行动，克服各种困难和挑战，坚定不移地朝着目标前进。他们注重细节，不断学习和改进，确保每一个环节都做到最好。执行差就像是一把锤子，将我们的梦想敲打成现实。竞争差则是我们在市场中实现超越的关键。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，只有不断创新，提高产品和服务的质量，建立良好的声誉，才能脱颖而出。竞争差让我们不断追求卓越，努力做到比别人更好。
它就像一把利剑，帮助我们在竞争中披荆斩棘。这4个差缺一不可。如果只有认知差，没有信息差，我们可能会陷入空想，无法找到具体的赚钱机会。如果只有信息差，没有执行差，再好的机会也会白白流失。如果只有执行差，没有竞争差，我们很容易被竞争对手超越。只有将这4个差有机地结合起来，我们才能在赚钱的道路上走得更远、更稳。因此，我们要积极提升自己的认知水平，不断拓宽信息渠道，增强执行力，提高竞争力。在日常生活中，我们要保持学习的热情，不断充实自己的知识储备，提高对事物的分析和判断能力。同时，我们要善于利用各种信息渠道，获取有价值的信息，为自己的决策提供参考。在行动上，我们要果断勇敢，不畏困难，将计划付诸实践，并且我们要时刻关注市场动态，不断创新和改进，以提高自己的竞争力。相信只要我们认真对待这4个差，积极运用它们的综合作用，就一定能够在赚钱的道路上取得成功。最后简单总结一下：信息差，跳出信息茧房，抓住机会；认知差，系统思维直达本质；执行差，想都是问题，做才会有答案；竞争差，解决问题的能力是一个人的核心竞争力。有缘人，感谢你听到了这里。信息量有点大，请慢慢消化。期待你在评论区与大家分享你的理解和思考，我会在评论里回复和鼓励你。订阅这个频道，让我们一起积蓄能量，共同成长。期待我们下次缘分的遇见。